在我们现代，女人出家比男人出家做比丘多了250条戒律，这难道是歧视女性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心源。今天我们讲述佛陀故事中，是佛陀的养母带着宫里50位女人赤脚徒步几百里，来到佛所，以不吃不喝誓死请愿做比丘尼的故事。在净饭王离世的时候，佛陀和一些出家的王子们回到迦毗罗卫国，去为净饭王临终送别，并处理了后事。佛陀让以前曾经做过大将军的摩诃难还俗继承了王位。佛陀答应过父王，在迦毗罗卫待3个月，来帮助新王辅政。在这期间，波舍波提王后跟儿媳妇耶输陀罗商议，她最爱的大王已经离世，心爱的儿子又成了佛陀，就连孙儿罗诃罗也做了沙弥。在这王宫里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牵挂和待下去的理由了，所以他也打算请求佛陀出家。但向佛陀诉说后，佛陀开始沉默不语。再三请求下，佛陀只是说现在因缘还不具足，等日后条件成熟了再说。过了几日，佛陀就带着僧团回到几百里外的居所。然而佛陀的母亲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，宫中很多贵族王子都出了家，他们出家前多数都有妻子的，所以王后便组织宫中的比丘家属女眷愿意出家的站出来，他们先自行剃度，穿上比丘橘红的衲衣，我们赤脚徒步沿路乞食去找佛陀出家，以表我们的决心。因为佛陀本身就不同意女人出家，耶输陀罗是佛陀成道前的发妻，身份特殊，如果带他一起去，恐怕佛陀会更有顾虑。于是王后让耶输陀罗在家等候消息，一旦我们被接纳后，第一时间通知你，你再过去与我们会合。于是次日清晨，王后率领几十个女人与大家告别后，踏上了长达15日的赤脚徒步之旅。那天清晨，阿难陀正朝湖边走去打水，突然碰到了乔达弥和他带着的50个女人，在佛陀房子附近，每个女人都剃了头，穿着黄袍，她们的脚肿胀着，还沾满了血迹。起初阿难陀还以为她们是一群外来的僧侣，但当他仔细一看，才认出是王后乔达弥夫人。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冲口就问：天哪，乔达摩夫人，你是怎么来的？你的脚怎么流血了？你们来这里是怎么回事？乔达弥回答：尊者阿难陀，我们都剃光了头，把所有华丽的衣饰都舍弃了，我们已经一无所有。我们离开迦毗罗卫国已经15天了，在路上睡觉，在村里讨吃的。求求你阿难陀，请你替我们向佛陀请求，让我们成为比丘尼吧。阿难陀说：你们在这儿等等，我立刻去告诉佛陀，我会尽力的。阿难陀来到佛陀的房间，佛陀正在穿衣。阿难把情况向佛陀汇报，但佛陀没有说话。阿难陀追问佛陀：一个女人能否达到入流、依返、不还和阿罗汉的境界呢？佛陀说：当然可以。那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加入僧团呢？乔达弥夫人自你小时候就照顾你，像亲生的母亲一样爱你，她现在放弃了一切，剃了头，她长途跋涉从迦毗罗卫来，要证明女性也能经受住一切考验，求你发发慈悲，圆她所愿吧。佛陀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让罗只多去请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阿耨罗陀、跋提、金毗罗和摩诃迦摄等长老来。他们聚集后一起讨论了这件事。佛陀解释说，他不是因为歧视女性才不让他们成为比丘尼，只是要确保他们加入后不会导致内部外部的矛盾。经过讨论后，舍利弗说，我们需要设定一些规则，以说明僧尼各自的角色，这样会减少外界对僧尼的反对。考虑到女性长期受到歧视，外界的反对是预料之中的，我们提出以下8条规定。第一，比丘尼不管她的年龄与戒龄比比丘多或少，无论何时何处都应尊重比丘。第二，
在结下安居时，比丘尼的居住地要在比丘安居所附近，以便得到他们的指导。第三，比丘尼要派遣代表，每月2次找比丘为他们定下斋日，以作特别的戒日。这天比丘会前去教导鼓励他们精进修行。第四，雨季过后，比丘尼必须参加自祀仪典，在比丘和比丘尼面前做出修行的报告。第五，当一个比丘尼破了戒，他要在比丘和比丘尼前忏悔。第六，经过学僧考察期后，一个比丘尼要在僧尼众前受具足戒。第七，比丘尼不能批评或者说比丘的过失。第八，比丘尼是不可以给比丘们讲法的。刚说完，目犍连大笑起来，这8规条显然是歧视。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回应说，这8条的意图在于启蒙女性融入僧团，她们并非是女性的歧视，而是终结对她们的歧视。你理解吗？目犍连想了想，随即点头，表示赞同舍利弗的见解。跋提表明，这8条是必要的。乔达弥夫人权势非凡，同时也是世尊的母亲。若无这些规条，除了佛陀，无人可以指导他修行。佛陀转向阿难说，你去通知王后，如果他们能够遵守这8条，他可以受戒。太阳已升上中空，乔达弥夫人和她的女伴仍在静候。听完8规条后，乔达弥异常高兴地回答道，阿难陀尊者，请你告诉佛陀，我们就像少女得到美丽花环的喜悦一样，我们会非常愿意接受这8规条。只要能受尼戒，我会终身遵守这些规定。阿难陀回到佛陀处，报告了乔达弥夫人的回答。其他女子注视着乔达弥，满怀关切。乔达弥安抚他们说，姐妹们，别担心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受尼戒的权利。这8规条不会妨碍我们修行，反而是我们进僧团的途径。那一天，51名女子受了尼戒，舍利弗负责暂时安排他们在阿玛波利的芒果林居住。佛陀请舍利弗指导他们基本修行。8天后，摩诃般若波提比丘尼前来见佛陀，世尊，请指导我们如何快速在解脱道上取得进展。佛陀回答摩诃般若波提比丘尼，最关键的是控制自己的心，多修习观察呼吸和观察身体，感受心境和心所产生的对象。随着修行，你将日渐增加谦逊、自在、无执着、平和和喜悦。这些品质涌现时，就是你能确信自己走上了正确之路的觉醒之道和觉悟之道。摩诃般若波提比丘尼希望在毗舍离设立一所寺院给比丘尼居住，便于亲近佛陀和众长老。他还希望日后能在家乡迦毗罗卫开设一所女尼修道院。他派人传达消息给耶输陀罗，告知女尼受戒的情况。乔达弥比丘尼知晓女性加入僧团的消息将会引起轰动，会有人强烈反对和斥责佛陀和僧伽。他理解佛陀将面临诸多挑战，他感恩并明白8条规只是暂时的保障，以免伤害僧团。佛陀的僧团现在分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优婆塞、优婆夷也就是男女在家居士。摩诃般若波提比丘尼仔细审查比丘尼应该穿的衣服，他提出的建议都被佛陀采纳了。比丘穿着3件衣物，有底衫、入众衣和外袈裟。除了这3种衣物，比丘尼还穿着一块披在胸前的布料，称为腹间衣和一条裙子。除了衣物和起钵外，比丘尼可以携带扇子、滤水器以及针线、牙签、剃头刀。耶输陀罗得到这个消息，万分激动，他赶快去找祥光婶婶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自从佛陀成道回家后，祥光婶婶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耶稣。耶稣决定明天就动身去与大家会合。这一刻，他有多高兴，多激动啊！自己的前夫，伟大的佛陀，儿子罗睺罗和婆母他们将永远在一起了。半个月后，耶输陀罗终于到了佛所，王后立刻带他去见佛陀。那时候，
佛陀正在打坐，耶稣托罗一见到佛陀，止不住的眼泪簌簌淌落。他给佛陀带来几枝莲花，因为佛陀知道这莲花的意义非凡，就是因为莲花在燃灯古佛时期，佛陀与耶稣结下了生世的姻缘。佛陀第一句话就是让耶稣托罗擦干眼泪。耶稣托罗解释：我情不自禁为您的庄严流泪。佛陀问：花是谁送的？耶稣托罗直奔主题的回答：若您不弃，它就是一位比丘尼所赠。接着他就求佛陀为他受戒。佛陀说：既已受戒，你得到的只有寂静，放下一切往事，放下悉达多。这里没有悉达多的。耶稣托罗以坚定的眼神看着佛陀的眼睛说道：佛陀啊，我心意已决，毕生追随您的教诲，前尘如梦，我的眼前只有今日，只有此刻。您的慈悲改变了我。最后耶稣托罗又语重心长地强调，慈悲应解众生苦，解众生忧，并且您还说过，无论拜读多少美德，不体现在行为上毫无用处。佛陀连连点头，赞叹他的觉悟很高，又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你可以受戒了。耶稣托罗恰似得到新生一样的喜悦。很快几个月过去，一日佛陀正在和阿难、舍利弗、目犍连商议事情，一位比丘尼拖着钵，面色凝重地走到佛陀面前。佛陀问：苏拓，你为何面有惧色？路上遇到困难了吗？苏拓停顿了一下，跪在佛陀面前哭诉着说道：我起食之后回到精舍的路上，突然出现一个男子拦住他的去路，我恐怕他有什么企图，我控制呼吸，保持理智，于是抬起头，镇定地对他说：我是佛陀的比丘尼，请你让一下。那男人围着比丘尼一边打量一边说：你年纪轻轻，花容月貌，何必如此执迷，虚度着大好时光？像你这样的身姿，应该穿鲜艳的丝绸纱丽才是啊。苏拓让他行行好，放他过去，他要回佛陀那里去了。男人说：佛陀能给你什么？跟了我能让你锦于一时。苏拓告诉他说：我的快乐源于解脱与禅定，执着物欲只会带给你痛苦。那男人怎么能听进去他的讲法？你这双勾魂的眼睛，我怎么可以放过你？苏特说：你是喜欢我这双美目吗？那我可以把它挖出来，我宁愿挖去双眼，也不允许你的玷污。那男人继续步步紧逼，没想到在临危之际，苏特说：或许你还不知道，居萨罗、摩揭陀、毗舍离和释迦国王都已下令，谁胆敢伤害佛陀的比丘和比丘尼，就要被处死刑。这男人听他这么一提醒，立刻恢复了理智。比丘尼继续说：你连命都不要了吗？男人立刻跪下道歉，请求不要告官府，随后匆匆离去。苏特对佛陀说：今日因为有您，我的名义才可以保全。佛陀赞叹他说：你的勇气和坚守非常值得赞叹。自古以来，男人受欲望所使，压迫女性，想扭转他们的习性，也要经过万古千秋。这也是我为何当初不允许女子受戒的原因。接着佛陀对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阿难几人说：从今以后，比丘尼不准单独出行或独宿，须有其他比丘尼的陪同，彼此相互照顾，多有保护。佛陀让阿难陀陪苏陀到芒果园，去把这条新的戒律告诉其他比丘尼们，所以到现在为止，比丘尼们依旧遵守着这条戒律。这期视频就分享结束了，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